结束了。万万没想到，加拿大拳王第一次来到中国比赛，就在媒体发布会上对散打队长江春鹏大打出手，甚至被裁判阻拦后，嘴里还不断喷着脏话，嘲讽中国人都是一群东亚病夫。说起这位加拿大拳王，可是大有来头。他就是来自加拿大80公斤级世界第一的西蒙马库斯，因为在泰拳界有着极强的统治力，所以也是被拳迷粉丝亲切地称为地狱魔王。来中国短短半年便拿下16战16次 KO 的恐怖战绩，更是曾在一场比赛中将中国选手顶膝干碎头骨，当场猝死擂台。现场医护人员根本对其束手无策，只能送上抢救车进行抢救，但很可惜最终没能救活。然而对手非但没有丝毫的同情，甚至还当众跳起了舞蹈庆祝。见此情形，我们中国赛事方无奈只能搬出不败王者死神方便紧急出关，来迎战这个没有人性的加拿大拳王。本场比赛是为你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加对决，中国死神方便对战加拿大地狱魔王西蒙马库斯。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比赛一开始，双方选手便拿出了自己绝对认真的态度。要知道，台上的2位都为这场比赛赌上了自己毕生的荣誉，一旦输掉比赛，不仅会断送自己的连胜生涯，甚至就连世界排名都会一落千丈。尤其是死神方便，更是要把控好双方的比赛节奏，千万不能给到马库斯安逸的进攻空间。王洪强王老师呢，会有一定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王洪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乔西里。这个乔西里，跟我们讲讲吧。来，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是第一次走进拉斯维加斯武林风，让我的那个对手。由于方便极具侵略性的战术打法，给到了马库斯极大的进攻压力。马库斯也是当场恼羞成怒，对着方便的内围便发起了猛攻。好在方便的反应非常顶级，这才勉强扛住了对手的第一波凶猛进攻。虽然说方便在正面不是马库斯的对手，但是凭借着机智的头脑和灵活的战术，已经让方便拿到了点数上的优势。自此，两人的第一波对拼以方便完胜收尾。对拼中呢，在方便在落倒地的同时，这个马库斯追了一袭，这个在我们的擂台上是不被允许的，要听裁判员的所以说，刚才方面躺在这个台下，一直都是在追问啊。对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双方都是不败的王者，其实双方的心理压力应该都非常的大，都非常大啊！刚上来都很紧哈，肌肉都有点紧。对。我觉得对马库斯而言，在中国扬州地方这一场比赛也是对他来说也异常关键，是必战之战。必须要打的一场比赛，到这个层面上已经躲不开对方了。没错，已经都是不败。那么看得出来，马库斯这家伙非常喜欢用蛮力撕破对手的防线，只要逮住机会便主动上前，对方便进行近身缠抱，并施展泰拳的一系列追击手段。但这场比赛是严令禁止双方选手进行长时间的搂抱，所以裁判也是有理由对马库斯进行口头警告。如果这家伙接下来继续延续自己的战术打法，那么裁判更是有理由扣除其一定的比赛点数。是的，方便的下劈腿。虽然双方是同一个级别，但我明显能感觉到马库斯似乎块头更大一点。对，在降重方面，可能马库斯更强。对，这就是我想说的。马库斯从这个外形来看，他的这个脂肪啊，或者是说这个体型上来看，他应该是从更高级别的降下来的。没错，就是绝对力量上应该方便不占优。马库斯的频繁搂抱已经彻底将死神方便激怒，眼看这家伙还想上前近身缠抱，方便直接二话不说，一连串的组合拳进攻，直接将马库斯打得抱头鼠窜。自此，比赛也是正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死神方便的战术打法也是初见成效，不仅让他在点数上领先对手，更是在比赛途中将对手的状态消耗到了一个临界值。如果两人的局势继续按照这样进行下去，那么方便将马库斯终结的场面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看来这个反拳非常重啊！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在第一回合，双方进行了一个电光火石的这种。被击倒一次的马库斯状态明显不对，可能就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竟会被死神方便打得如此狼狈。看得出来，他这一回合的进攻更加凶猛，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他非常想要打开局面。不过方便的拳头同样不是吃素的。如果说第一次击倒算是死神方便运气好，那第二次的击倒便足以证明方便强悍的实力。马库斯机会了，抓住机会！又一次击倒。
比赛结束了，3次比赛结束了，还要再打，这一回合还有再最后一次的 KO 机会。马库斯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我觉得。比赛结束了，3次击倒，按照规则不需要再读秒了吧？不需要再读秒了。创造了奇迹。比赛结束了，死神方辩用自己的重拳成功为对手的连胜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自此，马库斯统治了长达5年时间的中国拳坛也是第一次迎来了曙光。不仅现场观众情绪激动呐喊“中国加油”，就连现场主持人都当场激动到落泪。死神方辩不仅捍卫住了自己的连胜生涯，更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功夫不是花拳绣腿。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方辩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